上发丝里，像我喜欢的春天小雨滴，午后的小猫咪。嘿，你，怎么又是你？总是很轻易就激起我的保护欲，戳中我的小心思，小忧郁，小脾气，像我爱的秋天啤酒炸鸡，冬天水煮鱼。怎么又是你？甜甜的语气，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我在想念你。怎么还是你？苦苦的解析，将计就计，不如就让我来保护你。怎么总是你？嘴角的笑意，脱口而出喜欢你，我只喜欢你。啦啦啦啦啦。喜欢你，我只喜欢你。是廖总跳过了您，直接找的孔总，您也没有办法。确实有点遗憾。谢谢您，方总监。那您快回去吧，我也下去收拾东西。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你想要什么，就要去争取什么。不要去想此刻你失去的果实，不要去想此刻你所承受的斥责。这是需要坚持的时刻。这一刻，关乎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有的痛苦、忍耐，就是朝梦想前进的标志。如果这些都坚持不了，那么就只配现在所得。这就是事实。无论你多么挫败、沮丧、愤怒，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继续做自己，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思考、努力，要坚持，还要继续，要时刻保持专注在想要的结果之上。所以，只要朝着希望不停奔跑，希望就会比预想预先来临。
推进到这里呢，我们的业务部门一定要利用好自己手里的人脉资源，尽量多的邀请各行业的代表人物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公关部门呢，尽量多的去邀请媒体，甚至网红都可以邀请，最好最大的让我们这次活动有影响力，好吧？服务部门呢？60%的骨干力量，我希望能够进行内部整改，当然这件事情不要对外公布。40%支援会务，你看行吗？李总，你觉得呢？我觉得方总监安排的非常好。现在想要调更多的人手去调查真相，也没办法了嘛。真相自然是要调查的，等宴会结束吧。你怎么才回来啊？你开了一晚上会啊？你不会在这躺一个通宵吧？没有啊，我刚睡。你不是早就回来了吗？啊，怎么了？心情不好，失眠了？没有啊。还说没有？那这干嘛呢？躺平了，什么也不想了，一了百了了。我知道你很冤，但是如果你不再去努力争取，那工作也不会自己回来呀，对不对？哎，不是。你还说不是？别找借口了。没事，我之前那么努力的培训你、指导你，全都白费了是吧？啊？一朝被打回解放前。你只是被暂时停职，不是被开除。瞧瞧你那自暴自弃的样儿。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话呀？啊，你说，我看你能说什么。你说你一回来，你朝我发什么气呢？我一句话也插不上。你说对廖诗雨，我还能做什么？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努力的也努力了，那就是瞧不上我，就是针对我，那我有什么办法？所以呢？所以你就要任人摆布吗？哎呀，不是，听不懂呢，你自己看。什么时候开始弄的？昨天晚上我就在计划了，只是还没那么成熟。不过不是有师傅你吗？哟，你也想到了慈善晚宴这一套啊？还有谁想到了？方云呗。你们俩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他想在那天搞个慈善晚宴，弄捐款这一套。捐款？想用正面新闻掩盖住负面新闻啊？这样虽然能转移注意力，但真的不如直接道歉效果来得好。直接道歉？廖诗雨的态度你又不是没看见，直接道歉他怎么可能同意呢？所以啊，但凡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高层能够拉一下自己的面子，也不至于有那么多丑闻还流传于世。我还以为你被这件事情击垮了呢，害我白担心。我有什么好让你担心的？我担心你一着急把这家砸了。不过我确实垮了，垮死了。但是我看到你给弗拉西达剪的那个视频，啊，我警告你，用我的肖像权要付费的。我让你删的照片，你不仅没删，还把它做成视频了。什么玩意儿？你看我给弗拉西达做的年会视频了？谁让你看的？那视频我后期那些滤镜、美颜、磨皮什么那玩意儿我都没弄呢。你看，哎呀，行了，你自己长什么样自己心里不清楚啊？磨来磨去不也长这样吗？虽然难看了点儿，但做的还不错。那是。但是你看，弗拉西达也有不顺的时候，对吧？不照样挺过来了吗？所以我相信，某些人也能挺过来。
我就记得那个视频的最后，你说了一句话，你说只要向希望不断的奔跑，希望就会比预期率先来临。所以，咱们努力奔跑吧。虽然这个廖诗雨把我赶出了保健组，但是我相信单立芳一定会请我再回去的。只要朝着希望不停地奔跑，就下一句什么来着？希望就会比预期先来临。不错，学到精髓了，没白教你啊！孺子可教也。我就知道。可以啊，现在啊，你能猜到我下一句想说什么了？爸，我相信这样处理，危机很快就会解除的。我当然相信你。吃完了早饭，去睡会儿啊！昨天熬了一宿，这可不行，爸爸看了心疼。您放心，我没事儿。哎，我听说小萌的父母来上海了。对，他妈生病了，来这边住院。哦，那你去看过了？嗯。不过，他妈好像不是很喜欢我。诗雨啊，不要太在意一些小的事情，因为你将来是要掌舵单立芳的人。我明白，爸。集团那边遇到问题也不要怕，爸爸会帮你的。我会尽量少让您操心的。基于昨天方总的建议，这份宴会策划书列出了场地布局、宴会流程，还有嘉宾优选名单。当然了，仅供廖副总裁参考。其他人还有什么意见？这个方案的逻辑怎么这么熟悉啊？你说什么？哦，没事儿，我是说这个方案做得很精彩，也很全面。如果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就不要发言。方总运筹帷幄，李总名不虚传，我们的联合保健方真的非常出色。这份策划书传到各部门邮箱，大家开始落实吧。方总监，今天的公关策划怎么看啊？你们先下去吧啊。这中箭头不简单啊，工作那么忙，还能腾出精力和脑力，额外为单立芳做了这样一个方案，不错。不过话要说回来，因为这个方案，没准单立芳能够因祸得福。这不是我们组的人做的，方总监不会看不出来这是出自谁之手吗？钱飞。他也想到慈善晚宴这个事儿了吗？还是你跟他说的？哎，没有，真的就是他跟你英雄所见略同。是吗？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方案做的确实不简单，无论从设计到组织，甚至人员名单都列得那么详尽。这么精密的一个方案，短时期做出来，是他单独做的吗？要不说方总监您当初看人准，这人的潜力啊是无限的，而且他托我发不出来，你应该也知道为什么。廖诗雨。是啊，所以谢谢小林。嗨，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其实我想说的是，我认可的不只是钱飞的能力，因为即便他没有被停职，这些事也不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他被这么不公平的对待，还能尽心尽力、不计报酬的去帮单立芳，我其实是佩服。没有人逼他。
心甘情愿。我们下去吧。好。饿死！你又整什么幺蛾子啊？啊？你要出家呀？行了行了，别打坐了，做饭吧，我都饿死了。我在冥想。那你冥想，你饿着也思考不出啥来呀，是吧？做饭啊。你要吃什么，自己去洗菜，洗好了放在那儿。我今天只负责做饭，不负责案办的事儿。那我也不会呀。那就别吃。行，等着。洗就洗。大哥，水漫金山了都，洗了多长时间了？就洗了这么几根菜叶子，还浪费水。哎，不对呀，我看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对劲呢你？啊？总是挑三拣四的，你平常也不这样啊？几个意思说吧，对我什么意见直说啊，直说。我给赵德通过电话了，你给山立方提供的公关文案为什么跟我们两个做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吗？那需要我拉出来做文档对比吗？哦，我想起来了，是有几个地方是我做了修改，好像稍微润色了一下。润色？你把我最重要的部分给删除了。你知不知道办这个晚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借着平台给公众致歉，而不是维护他们山立方的形象？这一点你能不知道吗？是，没错，我删的。怎么了？我告诉你，因为不这么做，廖淑雨压根就不会同意办那个什么晚宴。那策划这些有什么意义呀？哎呀，关于这个策划案的内容，甲方为什么要全听你的？你有把握让廖淑雨完全按照你这个策划案来做吗？你没有，对吧？我们做投行的，就是帮企业做点上市的活就完了。你有帮山立方那个心就够了，是吧？我昨晚也说了，找机会我会帮你复职的，我言出必行。如果我只是为了复职，我就根本不会一声不吭，然后不做任何的解释去离开那个会议室。我真是把你想太好了，我就不应该跟你商量的。哎，我帮你还帮出问题了是吧？你用你的是非标准，自以为的在帮我，但是这种以为的对我好，并不能帮到我。你就是太大男子主义了。是我，哎，什么我大男子主义啊？哎。这么笨呢？你就那什么，你上哪儿去啊？上哪去？哎，关键我这菜都给你洗了，完了，没得饭吃了，还洗什么呀？白洗了，完了。这家还挺好吃的。不对呀，你这次被停职，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有问题。怎么可能不着急？你说这工作重要，回家过年也很重要啊。
怎么这么快就没了？你说你，这马上就要春节了，这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哺乳动物大迁移，你那么有规划的人，怎么可能没提前订票呢？哎呀，我这不是前段时间工作太忙，我忙晕了吗？哎，你看现在只能抢票了，看从这儿到这儿啊，帮你看看啊。这几天抢票成功率才20%多，前几天呢？前几天，今天就有票。哎呀，太早回去，我爸肯定会乱想，万一他知道我工作出现问题，会担心的。不行，也是，你那么敬业的人，怎么可能提前请那么多天假？你票订好了吗？一提这事儿就心烦。我今年家里非得让我带个男朋友回去，不知道怎么想的。哎呀，某人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跟大军似的？其实带不带都无所谓，但这不是1年就回去一次吗？你就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儿他们不开心呗？哎，大军不行吗？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的。那又怎么样？他妈那么宝贝他，怎么可能让他在外面过年？那你呢？要不要我帮帮你？赶紧抢票吧！我帮你找几个群发一下。 애들 다 삽입하러 갔었는데 가자마자 바로 왔거든. 炒粿条味道现在也不行了呀，跟房东大姐做的还是有点差距的。是吗？那你还把人家给气走了，不是自讨苦吃吗？哎，嘲笑我是吧？故意的。行，等着，我手机呢？把游戏账号密码改一改。哎，哥。 我错了，错了。瞧你那样吧你，啊，自己事情还没处理好呢，先嘲笑别人了。这我真得说你2句。我喜欢的女生我追不到，起码我会想办法。我借你的账号陪人家打游戏，我这是默默守护。你再看看你和钱飞天天在一起，不仅不敢表白，还各种惹人家不高兴，不尊重人家。我怎么不尊重他？ 我就是太尊重他了。钱飞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工作不稳定吧，家里压力又大，我总不能趁人之危吧？什么时候等他顺风顺水了，心情好了，哎，想谈恋爱了，我肯定一击必中啊！这叫什么？这就叫信心，懂不懂？你听我的，你向我学学，和钱飞好好聊一聊，彼此敞开心扉。 你是因为有阿姨在中间，你不得不聊。那我跟你的情况能一样吗？不一样。行，我就看你能犟到什么时候啊！不好吃。你是没长手还是没长腿啊？垃圾不会倒啊！真把我当成老妈子了。哪有啊？我这不是想倒了睡着了吗？你吃饭了吗？没吃的话，那就赶紧给自己做点吧，别饿着。 你干嘛去了呀？也不回个微信，怎么回事？跟你说话也不搭理人呢，怎么？
大晚上还喝咖啡啊？你也不怕睡不着？哎呀，算了，这样吧，我勉为其难啊，帮你喝一杯。啊，我都随身带着呢，现在。你可真是前吃后带啊！啊，见不着钱就笑不出来是吧？不生气了吧？我现在停职了，所以你呢是我唯一的收入。我再继续生气下去，该怎么挣钱呢？行，房东大度啊，这我喜欢。那咱这事儿就算过了啊。小飞啊，今年什么时候回来过年啊？你就把你男朋友带回来，给我看看。啊，这多不方便啊！人家还得陪爸呢。你上次不是说他和他爸正在闹别扭吗？那你就干脆把他带到咱家来。爸爸这父爱多，你也用不了，咱们匀点给他。哎呀，爸，你这扯皮的道行越来越深了啊！人家早跟他爸和好了，人家得回家过年呢。今年肯定去不了了。这样吧，明年我想办法让他过去看你，行不行？行。他要真来不了，那你就让他跟我说几句话。这怎么说呀？那个什么，他现在跟我不在一块儿，他出去了。怎么不在啊？喂，叔叔，苏伯伯。哎，苏伯伯，是我。小李是吧？哦，对，是我，我刚好坐在旁边。小飞都跟我说了，您姓苏，哎，都挺好的，哎。啊，实在是太不巧，今年啊，我确实要回去跟我爸过年。啊，这样，我答应您啊，明年我一定回去跟您过年啊。好，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小飞的。啊，哦，对了，有件事儿您得答应我一下，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有，帮我跟何阿姨问声好。好的。那我把电话给小飞。啊，不用了呀。好，行，好嘞。哎，好，您也是。傻了？你不知道我刚才有多么害怕，我害怕你一上头就跟我爸会在那胡说八道。还好有惊无险，真的吓死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撒谎前一定要打草稿。是当初为了求一刻的安宁，我非要骗我爸说我找了男朋友。现在为了圆这个谎，后面的都快变成连续剧了。没关系啊，我可以继续帮你友情出演。而且你放心，你爸呀，刚刚听了我那个比较稳重的声音之后啊，对我特放心、特喜欢、特信任。行吧，刚才表演确实不错，这个临时演员还行。哎呦，今年过年一半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反正我就看你明年过年怎么办。怎么了？我这一年还找不到个男朋友？我估摸着呀，明年啊会把我租回家。切，明年你还指不定成为谁的上门女婿。凭什么？凭什么我是上门女婿？你这么穷，不做上门女婿，哪个姑娘敢要你啊？你这么把我收留？爷在门口了，我准备洗澡了。陆泽啊，学历、经历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不过，你上次创业失败了。是的。行，你先自我介绍吧。正如我简历里面所写的，我有过6年的研发经历，创办过一个40人的研发公司。这段创业经历因为没有完成产品最初的开发，
被投资方撤资了。思索再三过后呢，为了减少损失，我结束了公司的运营。我的个人价值观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责任创新，造福社会。所以，如果贵公司愿意给我一次机会，你要求的薪资是多少？我希望的薪资是2万加。陆先生，恕我直言，我们一般招人的时候啊，一般是不会考虑有过创业经验的人，不管他的创业是成功还是失败，因为就我们公司的经验来说呢，创业过的人，他的心态往往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俗话说，心野了就很难安心工作了，还是算了吧。其实我刚才还没有说完，可以允许我说完吗？行，你说吧。刚才您说的这些，我在其他应聘的地方已经听到过无数次了。没错，站在用人单位而言，确实是不喜欢我们这些失败的创业者。尽管在创业之前，我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软件研发人员，但是在创业后，大到经营管理，小到员工情绪，都需要我去过问。这导致我在专业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少，大幅度的减少。但是我也很庆幸，正是这段失败的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经验，让我更理解这个岗位的职责。所以，我恳请贵公司给我一次机会，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不好意思。对不起，宝贝，来晚了。没事。面试怎么样？面试慢慢来吧。哎，你一会儿是2点是吧？我送你过去。哦，好呀。姚晶晶小姐，先吃点东西吧。还没弄完呢。吃点东西吧。弄完了，我再改一下啊。别紧张，以你的聪明才智，临场发挥就行了。问题是这次跟我竞争的都是大公司，你看看我现在真的压力很大。前辈不是说你发过去的竞标 PPT， 他们公关部很满意吗？区一个慈善晚宴，手到擒来的小活，我对你是很有信心的。但这可是山里坊，你的老东家，我还得罪了人家大小姐，我想想都烦死了，太难了，真的。我觉得这次凶多吉少。哎，算，不用了，去了。姚晶晶同志，你难道忘了你的座右铭了吗？啊，你不努力，没有人能给你想要的生活。即便心中万马奔腾，脸上也要笑脸相迎。毕竟这个事情只有事业不会辜负。喂，哎呀，山里坊要上市了，如果你能帮助他们度过这次酒店的舆论危机呢，对你的事业来说只会有好处。况且，山里坊的大小姐在那么高的一个位置，管不到这些什么招投标宴会和组织宣发的这些小事，你就正常发挥就行啊。干。行，来吧。一飞，你倒是表个态啊！咱们选的几处实验田，这几次的质检数据都不是很理想。照这个进展速度继续下去，剩下的钱恐怕很难撑到项目的中期。我们要不要进行招股融资？还太早，我怕再拖下去找不到地是一方面，
更把资金链给断了，那咱们前期的付出都打水漂了呀。不就是块地吗？或许我们换个思路，是吧？没准就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什么意思？来，大伙儿看一下这张照片。之前我们找的地，全都是平原地带。这张照片，这一片高原，日照充足，气候垂直，像这种较强的单一运化出来的土壤，没准就更适合用来做咱们项目的实验地，对吗？选高原不是不行，只是现在时间紧。如果我们现在再派人过去做现场调研，会不会影响项目后期 APP 的研发？要不我们干脆两条腿走路，派人去做现场调研，同时也接触一些有实力的投资方。来得及，我会让那边的朋友3天之内，把至少4到5块阿坝地区郊县的土壤寄过来，这样可以了吧？丽，我相信今天在开会之前，应该已经不只有一个人找你说过要给你投钱了。是，还有直接建议我拆分新公司的，说直接给我们新公司估值到2个亿，哪怕一个 PPT 就直接先给我们4000万做 A 轮。所以你慌了？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啊！他们看重的是我们弗拉西达对标是农业，这是我们国家未来亟待发展的一个领域。我想有了新资本的介入，那我们公司未来拓展市场会更加游刃有余的呀。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那我的态度也很明确。我想问一下各位，弗拉西达的风格是什么？是脚踏实地。那现在，在初步实体业务还没有落定成熟之前，我们手里的钱是不是还够用？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做的就是要保护公司在成长初期不被资本裹挟啊！我坚决不同意这一刻进行下一轮融资。我知道各位不开心，但不好意思，没办法，这一刻我必须要动用我的一票付出去。那你会错过一个指数级增长的机会，那是你以为的机会，这就是资本的游戏。我告诉你，任何风投都要估算一个成功率。你真的觉得这帮人会傻到花这么大手笔来投资你这么一个没有经验的初创团队吗？除了认为千盛集团是我们背后的资源支持以外，就那一个可能。什么可能？别有用心啊，大哥！我不明白。你当然不明白了。作为投资人，我太清楚，资本就是一股没有感情的水。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我拒绝融资，不是为了要保护我那点份额不被稀释，我是在保护弗拉西达的初心。在自身没有足够强大之前，金融巨鳄会逼着一个公司变成一个快速赚钱的机器。会逼着我们放弃自己当初在创投会上说下的初心，这就是你愿意的吗？是你们愿意的吗？我想你们自己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吧。散会。你牛，果然是千盛制造的公子，别人都巴巴等着投资，哎，就你往外推。哎，打住啊！截止到今天，我就问你，我动没动用过千盛制造1分1毫？还生气了？
哎呦呦，还委屈了，委屈了。你相信我，等时机到了，都不用我动，天生知道自己就贴过来，你等着看吧。我不是不信你，我是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地儿了。难得你对钱都那么执着了，我都有点好奇是哪些资本在找你了。我，反正我告诉你，挺多的。那个深圳的玛丽，你啊，就踏实做好你自己擅长的事情。资本那套唬人的把戏，我会替你扫清啊。哎，新的研发团队搞定了没有？难啊，尤其是核心。哎，这些你都不用看，没用。这才几天没见啊！当初在创投会上斗志昂扬那个马总去哪儿了？啊，不见了，变了。对弗拉西达我很有信心，我也有信心啊！我相信在咱们这个时代，外行可以颠覆内行，实现降维打击。你说什么？降维打击。上一句。外行颠覆内行。对呀。我突然觉得弗拉西达或许可以换一个招聘思路。什么意思？找战友。我突然想到一个人。找战友投？什么呀？想不想要？哎，我回家机票。我决定这里帮你先看了。不是，那你以前怎么知道？你怎么会来这儿？廖总，针对上次道歉的提议，我拟了一份演讲稿，希望您能好好考虑一下。今晚都是媒体，我不会让你难看的。不管怎么样，您还是先看一下，再做决定吧。也无需一开始就猜中结局，让旋律随风在和弦间嬉戏，也无需要求一定兑现过去，让生命里有些信息给未知。或许可以树立贴身的关系，或许会孤立无依，却贴心有你。也无需在意对错，不关乎畏惧，主动拥抱胜过多少句对不起。浩瀚，燃烧热烈，才活出自己。无声的圣诞如港湾守候漂泊的你，等你归于平淡，家的灯光昼夜温暖，永远的陪伴，如星月悬挂璀璨。天涯浩瀚，燃烧热烈，才活出自己。无声的圣诞如港湾守候漂泊的你，等你归于平淡，家的灯光昼夜温暖，永远的陪伴，如星月悬挂璀璨。